酷还会拍第2季吗？对镜头讲话就很尴尬，反正真不真跟没关系，我自在就好了。在中国旁边有一个小的岛国，是中国的吗？不知道。大部分的外国人想到台湾，第一印象就是这个，那这很烂啊。来台湾的原因很多啊，你们不要这么好奇，不要这么惊讶，一定会有一些人不喜欢你，我一定有理由。其实有蛮多是不合理的。谢谢你，爱他啊。耶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家，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朋友酷。嗨，为什么你会学中文呢？你小时候，你的妈妈有告一个人，对，对，是告成功，对，赚到一笔钱，是，然后他就跟你说，儿子，我们去旅行，对，你随便选一个地方去，没错。然后刚好你在看一本书，是在讲中国的，对。那是什么书？哇，很难说，就是给小朋友看的书。Okay. 对，我那时候才10岁，就是介绍中国历史的一本书。OK， 比如说我发信，对，然后他说 OK， 我们去中国。对，但是你第一次离开欧洲，然后你们去北京，那是奥运之前的前年，应该是2007年，所以他们有盖很多新的建筑什么的。对。那你的印象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很神奇，因为当然我们有看过很高级啊，就是很发达的一些区域，但也有看过一些比较平民一点的地方。然后这个是身为一个比较没有离开过法国的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就看到就哇塞，他们过得好辛苦的感觉。就以我自己就是法国人的标准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这些人好像过得蛮辛苦，但是很神奇的是，他们还是看起来蛮开心的。这真的有大开眼界，也会让我觉得，让我发现说，你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品质，但这个生活品质不一定会影响到你过得多开心。当然多多少少会有啦，但是我就觉得好神奇，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长相不一样，什么文化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一样过得很开心。对，所以这个是有让我觉得其实世界很大，然后我的标准不一定是 universal 的，不一定是就是全世界都会认同这个标准。所以你回去，你跟你妈说，妈妈没关系，你可以不用送我那个 Xbox， 我不需要了。完全不是，就是那种就是你去旅行一下就回家，过了1-2天就忘记了，就是。但你没有忘记，因为后来你决定学中文。对，没错，我到法国大学的时候看到有中文课，我就去申请了。你一开始就喜欢学中文吗？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乐趣啦。我觉得，因为我们那个法国大学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啊，就他们真的就觉得说，你就过了2年，我真的只会自我介绍而已。OK， 对，所以就是就在画画，然后就在开玩笑说我叫理查库，哇，就真的是就没有太认真学，但觉得是一个蛮神奇的一个语言。很多人会停在那里，大概就停在那里，但是你偏偏没有，你就搬去台湾做实习。对，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是要去韩国留学，然后就想说，如果我自己去韩国的话，我学过的中文都会忘光了，所以有点可惜。所以虽然我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但我觉得我已经投资2年的时间来学中文，如果我自己去韩国的话太可惜了。对，所以就是现在台湾实习3个月了。是台湾而不是中国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没办法申请签证的，法国人没办法去中国，就刚好那一年有发生什么事情让台对有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学校，我本来是其实要去中国留学，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任何学生拿到签证，所以我就改成去韩国。对，然后去韩国之前就想说还是得去一个会讲中文的一个国家，这样子。我记得你有一个韩国同学，他就是跟你喝酒，然后他说你敢来韩国吗？你敢不敢？对，我们在那边就我跟他分享说对啊，我本来要去中国留学，现在没办法。他说你就来韩国啊。我说好像我不知道。然后说你敢不敢？然后我们真的就在喝酒，你敢不敢？然后就是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这是我人生也会想到未来。我说你敢不敢？然后我说好啊就敢。然后隔一天早上起床有点宿醉，然后就去 Google
打一下 Korea， 然后就看看说有什么东西出来，然后觉得其实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蛮注重教育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的大学又看起来蛮厉害的，然后又有一个双学位的一个合作制度，所以我就可以同时拿到法国学位跟韩国学位。然后这蛮的话算就买一送一的概念嘛，所以我觉得很棒。然后研究了一下，觉得好像可以去看看。对，但显然你跟中文的这个语言的缘分比较重，因为你后来有搬来台湾。对，我比起讲语言，我觉得比较是讲国家啦。我觉得台湾是我在韩国毕业后，我就在考虑说要在哪里发展？对，然后我问我的韩国朋友，他们都跟我说，哇，你要在这边找工作，你会很辛苦。就他们蛮多已经开始上班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我在这边上班跟当学生蛮不一样的，就他们的社会气氛是蛮闷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就是可以先回去台湾试试看，就待1年看看，有那个打工度假签证。可以使用，然后来就是边学中文边做别的事，对，然后边工作嘛，对，所以就想说，我给自己1年的时间啊，我不喜欢，我还是可以我可以回去韩国，或是我可以去别的国家这样子。所以感觉你在台湾那第一次的3个月的实习，给你蛮好的一个印象。没错，我是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台湾是一个真的就包容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然后也觉得就整个气氛比较舒服一点，比起韩国，就韩国人都会大家比较严格一点的，对自己比较严格，对别人也比较严格，对，也比较竞争吗？竞争很对。比起台湾真的大家就跟彼此竞争，然后就我的朋友我的大学朋友，他们都会下课后去补习班呢，去准备什么考什么证照啊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在竞争说谁可以当第1名，就整个气氛是蛮会让你进步很快，但是是蛮累的一个气氛的。我那时候我是先想说，我要从韩国到台湾嘛，然后我只到台湾才开始拍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介绍台湾给韩国人，对。然后呢，我是先去一些就民宿打工换宿啊什么的，就先做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就去打扫啊什么的。然后看到一个韩国旅行社在找可以帮忙制作影片的一个人，他就说，那刚好我就最近在玩 YouTube， 然后又是讲韩文的，所以觉得还蛮适合我。那时候中文不太好，所以就说，我可以用韩文工作，好像比较舒服，所以先去申请了，就先去面试，然后刚好就上了，对，所以就待在那边7个月8个月。那时候你已经在做影片了？没错，做影片，然后真的是很不好看的影片的，可以回去看我。还在那些影片都还在，我没有删过。对，那些8年前的影片都还在，对，然后不知道在看什么。然后呢，你就跟你的老板有一些意见不同，你就离职。没错。然后你那个时候是5月，你跟自己说，我至少可以活到9月，我就今年夏天，你要不要讲？你讲得很好。我今年夏天，我就是要努力做影片，做 YouTuber，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结果。没错。然后6月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影片爆红。没错。爆红，然后你就去到那个餐厅，你就看电视。你去吃早餐，然后看电视，然后是我阿嬷，你看我然后他就帅了，没办法，真的。这故事你讲过很多次吗？对，因为你讲我很好，我没有在讲，我看过很多次，对，你也看过很多次，我真的蛮幸运的，马上就有一部影片爆红，让我放心，因为我觉得你要当创作者，一开始就不确定说大家会不会喜欢看我的影片，我自己会不会喜欢做影片，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主题啊什么的，就这部分很难的。然后我幸好有一部影片让我稍微就给我自信啦，对，给我信心做下去，证明说，哇，我做这个我其实是可以成功的。是，对，没错。因为你说他几天就破100万，对啊，很快就破100万了，就1个礼拜或是2个礼拜就破100万了，对。可是问题来，就马上变成可以再做一次吗？还是这就是一个一次性的成功？对，你说你花很多时间去想为什么
这一支影片会这么成功？你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这部影片成功的原因我就很简单，是因为我身为一个法国人，解释说我为什么比起韩国更喜欢台湾。所以这个影片的标题就是我为什么离开韩国 ？OK 啊，什么啊？我为什么从韩国回来台湾？对。然后就台湾人很喜欢听这种故事啊，就是外国人为什么选择台湾来居住的这种故事。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去拍这部影片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每一次有台湾人问我说，你为什么来台湾？就讲这个故事好长啊，那就不然我就拍一部影片给这些人看，然后这样子就我可以直接跟他们看说，你可以去我的 YouTube 频道帮我订阅一下。对，我的想法就是这么单纯的。刚好我对运气很好，就爆红了。但我觉得是这个，我希望是未来台湾人可以不要太在乎的一个点，为什么一个外国人来台湾呢？就不要让他们这么好奇，是因为会觉得说，来台湾的原因很多啊，你们不要这么好奇，不要这么惊讶。不要这么惊讶，觉得说为什么你们来台湾？你希望他们可以学法国人吗？没差，这么多外国人来我们的国家，对啊，你来这边很好，你来这边只因为你自己想来啊。对啊，你有自己的原因啊，你来这边很棒啊，对，你就是你有工作，你要融入台湾社会很好，也不要这么好奇的去问说为什么。对，你觉得你在韩国的这段期间，你学会韩文，你现在会讲韩文，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这段时间有怎么样影响到你？我觉得影响很大，影响超大的，因为我在韩国，我就学到一个道理是说，你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就很基本的一个东西。但是可能在法国这个精神没有这么的明显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工作跟私下生活的平衡点是最重要的什么的就不要太努力啊。就我们法国人有一点这种怎么说，就会觉得我们会想要有一种酷的态度，然后就不要太努力，你太坚持想要成功啊怎样，就我们有点看不起，就对会需要那种就是有点不 care 的这个态度，然后反正成不成功没关系，反正就是我自在就好了。就是我们不会想要看起来太努力，就我们没有这个大家要很努力，大家就是要让自己辛苦一点的这个心态。那韩国这个心态非常的明显，大家会觉得你想要成功，你就需要比别人更努力，更辛苦。对，所以这个是我就从我的同学的怎么讲，我在观察他们怎么生活，他们的生活习惯的，我就有感觉到这件事情。所以你觉得韩国是把你变成一个工作狂吗？韩国是把我原本工作狂的这个个性挖出来。我觉得我原本就有这个工作狂的个性，但可能在法国没有被挖出来。这个会从哪里来？我工作狂的这个部分，我就是蛮大一部分，我就是想要证明自己能干大事。对，我可能小时候我在我的朋友圈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人，我是真的很一般的。可能我刚好我在法国的朋友是蛮优秀的，都是很聪明，然后特别会运动啊，可能在学校是很有人气的人啊。然后我就是卡在一个我就很普通的一个位置。让你觉得很自卑吗？应该没有严重到自卑。但是会让我觉得我自己就可能自我价值蛮低的，对。工作狂是一种证明自己有价值的方式。对，我最近我在不断的思考这个部分啦，然后我也发现说，我一直在工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工作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个系统，就你工作，你在工作上花了很多时间，你一定会有结果嘛。对，然后再加上我在这一份工作，我结果是很明显的，那我就可以看数据。说那你看我花了更多时间，这样让这部影片更好看，就是拍得更有质感啊，那数据变高了，大家也喜欢看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结果，然后也是让我觉得说你看我有付出努力，我就可以获得结果，对，那这件事情呢，你在别的领域不一定会这么明显的，就可能你在人际关系。
不是因为你花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人一定会变成你的朋友，或是可以就从他身中就获得可能就是你可以变成更快乐，或是怎样啊？对，我觉得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很好去控制的一个系统。对，可以理解。你没有在工作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一个问号，就说所以我在做什么？有一点对。上次我们12月有谈到这个，就是自我价值很低，然后这么努力工作是在逃避一些感觉。我很好奇，想问你说，你这6个月，你觉得有什么新的感想或者新的发现？首先，我觉得我有比较我现在比较敢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表达自己。我以前就会有点想要保护自己，就不会想要讲自己的想法，因为自我价值很低，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其实不太值得分享。那现在我就慢慢觉得说，其实我是可以讲出来，然后我是可以在我自己的影片更做自己，不是以前不做自己，是我会限制自己能讲什么。对，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最近可能比较敢做的，对，然后觉得就让我更自在。可能我最近也有经历过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我到处上新闻啊什么的，就闹很大。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让我更自由。就我发现说，就不管怎样，你如果你是公众人物，你一定会有一些人不喜欢你，不一定是理性的不喜欢你，一定是就是你就看你的那些人看你的脸看不爽，对，然后。就让我觉得，其实，但是这些人不管怎样一定会存在，然后一定会发出声音，然后其实这些一定是最吵的，对，就一定会闹最大，就是负面的讯息，怎么讲，闪得最快嘛，对，如果是正面的东西，大家不想听，大家想听负面的，对，所以就开始慢慢觉得说反正不管怎样，一定会有很多人就很讨厌你，然后不一定有理由。就是我觉得最神奇的是这个，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别人不喜欢我的，一定是有一个很合理的理由才不喜欢我。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发现说，其实有蛮多是不合理的。对，所以你发现你就马上可以放下吗？还是有什么过程是让你比较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就接受被很多人不喜欢？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就应该是很痛苦。然后后来就去检讨说，那其实这些人批评我的点，或是在骂我的原因，其实都是假讯息，就我不是真的发生。然后就会觉得，我那时候我的团队在我旁边，然后就他们就非常支持我，然后。就也有让我感觉到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们失望。不认识你的人批评你，感觉也没关系。对，我觉得要在乎的是你身边的人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当然不要太过度去听别人的意见呢，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团队的人那时候就非常支持我，然后让我就是觉得很温暖。然后我想到上次你说，虽然你妈妈没有那么支持你，但是你的阿嬷。就是你说她非常支持你，阿嬷超棒的我阿嬷是世界上最棒的阿嬷。对，我阿嬷她就是有一点，现在我觉得她就有点稍微取代我妈妈的角色。她就是一个，我每次会去法国，知道说我可以直接到她家，然后她会煮好的东西给我吃，然后她会就是问我最近过得怎样啊，什么我需要她帮忙，她一定会很乐意的来帮忙。然后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是无条件的爱，对，她真的对我是有无条件的爱，我对她也有无条件的爱。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会让我人生更稳定。感觉我们不管是父母还是其他的大人，在我们就是小时候真的很需要至少有一个可以给无条件的爱的一个对象，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值得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所以谢谢酷的阿嬷，谢谢对，谢谢阿嬷，真的，阿嬷，她是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了，我觉得。对，她也是在南西长大吗？是所以你的家族真的是在南西的根很深，在那边真的对。然后他们的家他们自己盖啊，什么那时候就在山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就他们自己在那边盖一个房子，超酷。对啊，
对啊，我不能用这个形容词。可以的，没关系的，我已经习惯了。然后你不知道有多少个叔叔跟我说，酷，你很酷，然后他会觉得，你懂吗？对对。妈妈就是没有那么支持你做 YouTube， 你觉得那是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他想象中的就是他比较希望我可以去做他自己认为是高级的工作，对，他就可能比如说是去当什么导游啊，在旅行社工作啊，或是什么当翻译人员啊什么的，但你也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在YouTuber 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职业，然后应该蛮多人就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不稳定啊什么的，然后再加上YouTuber 我们又不是当演员。就可能会听起来，是对，怎么讲？你要去比如说你会上 Netflix 啊，或是你会上电影院啊，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拍的影片自己剪，然后上传到 YouTube，然后可能有时候你反应会比较浮夸啊，或是可能要做一些比较丢脸的事情，因为是好笑的。对，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有一点不高级，对，然后他就一直说，我做这些东西就是在浪费我时间，然后就要像小丑一样，就是我像一个小丑在娱乐大家。我觉得这个蛮多台湾人也应该会有共鸣，就是他们的父母会对他们有一些期待，没错，然后没有办法支持他们真正想做的选择。你会想要有小孩吗？如果你5年前问我的话，我一定会说要，然后我想要3个。OK， 对，然后如果你可能1-2年前问我的话，我会跟你说不要，因为我会觉得我可能自己有一点没办法，当一个好爸爸嘛，就是那时候我没有这个自信，就开始去思考、去想比较多的时候，就发现说我可能我这个状态不太适合有小孩。然后你现在问我的话，就是有点在中间啊，就不知道，就我就可以有，可以没有。然后会觉得生小孩应该是一个会在你人生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快乐跟新的挑战，然后会让你成长很多的一件事情。对，但是现在我比较没有在思考，是因为我没有对象，所以就感觉也要有对象才会开始思考这件事情。我听你其他的访谈里面有讲说，其实你做这个工作很难跟别人交往，其实都可以说是借口啦。但是第一个部分是我真的花很长的时间工作，就是我基本上礼拜1到礼拜天都在工作，然后工作的地方大部分是在家。对，我办公室也在我家，所以其实我不太需要出门，所以遇到别人的机会又减少了嘛。哇，然后第3，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蛮被动的一个人。就算我喜欢一个女生，我也不会主动去跟她聊天，我是不会主动去约她出去。然后第4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理解的一个点，但是因为我算是一个可能有点知名度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比较容易遇到一些已经知道我是谁的人。那当你遇到一个人，他就对你有偏见，对你有一些就刻板印象，或是就可能他是你的粉丝，很喜欢你的，那就会觉得比较这个关系呢比较不公平，没有那么平等。对，就会就你还没有开始认识这个人，但是他已经对你很了解，或是对你有一些想法，然后就会让我觉得。我会就有点自动把这个人放在一个就不可能交往的一个框框里面嘛，就会觉得有一点难，就自然的去认识彼此。所以现在在看这个影片的人，你们大概都没有机会。其实也不是这样，但是这个我就会让最前面在聊天的这个过程会让他比较卡。对，因为就平常你遇到一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是做什么的啊？你怎么来这边啊？这样，然后好像对方已经都知道了。我说对啊，我知道啊，你是小麦啊，你在中原怪物有做这件事情啊，对啊，你有老婆啊，对啊，你最近有拍这个电影，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你都在观察那么多，你观察那么细，我以为没有人在看。对，然后就会觉得哇 ，OK， 有点多，那就是你知道这么多，那其实就不用再聊了。对，有点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自己的问题，我就是可能我自己要
要克服的一个问题。也就每一次遇到一个认识我的人，如果我有一点不想要跟他聊天的话，就会错过很多机会嘛。对。但是这个是我有点让我心里有点不舒服的一个点。对，举个例子好了，我去健身房，然后我就在练的时候，有一个叔叔直接过来，然后跟我说：“你为什么食物带不够啊？”然后他就没有你好，没有啊，我是谁？有看过你的影片？我看过你在你的影片里面有去爬山，然后你带的食物不够。对，他就说：“你为什么带的食物不够啊？你忘记了吗？”然后就是我要自己脑补上下文到底是什么？我需要弥补这整个过程，然后会让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 ，OK， 然后就说对啊，那你下次要小心哦，然后就走了，然后就这个互动很怪，你知道吗？莫名其妙。对啊，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在练，然后就是你这样过来问我这个问题，就会觉得很不正常。其实很多人也会好像有点相反的现象，就是说，比如说你见到一个人，他很常在经营自媒体，然后分享很多东西。可能我看到我的朋友，然后就你最近在做什么？然后他说我都分享过了，都没在看吗？我是完全相反的，我就会。我会觉得对方完全没有任何资讯，我就这样子，对我来说是比较舒服的，也比较不自大啊。如果你都觉得对方都知道你是谁啊，你不用自我介绍，你不用讲你是做什么的人，就会觉得就很自大啊。对啊，就以为别人都知道你是谁，有点像把工作跟私人的生活割开来，就工作归工作。但你说你都在家里工作，对。你怎么做得到？我就很方便，我的卧室在这里，然后我的办公室在那里，所以我走2步就可以到办公室了，交通时间超快的。我会疯掉我会觉得超级闷，你不会？所以我搬到一个窗户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外面，可以看到风景，就是比较好。但确实，我不建议啦，我觉得没有到很健康。但是，像比如说我在剪中文怪物的时候，就觉得我可以就马上到电脑前面，然后就我可以半夜3点起来，然后去电脑前面，然后弄一个5个小时，然后再回去睡觉，然后再继续弄。我觉得这个部分很舒服。对，我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在同一个地方。对，我就甚至就可能我健身房啊，我平常去超市啊什么的。都在同一栋，就很方便。对，我哪里都不用去。我今天在看你比较新的一个作品，就是你去看台湾最孤单的饭店。你有看？谢谢，超好看太好了！我今天来不及全部看完，但我一定会看完。我觉得你要看完，因为我觉得结尾才是这部影片的精髓。我觉得是结尾是最重要的。我会。其实你第一个饭店我没有住过，但是那边我去过。那个云仙乐园，在乌来，可能7、8年前，什么都没有，什么人都没有。想说怎么会有一个缆车带你去一个什么人都没有的地方？现在差不多了，现在也是差不多。这个缆车还一直在运作，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到那边蛮舒服的。我拍这个企划的时候，那这个企划是我去寻找全台湾最孤独的饭店，我会去找一些这种特别偏僻的一些民宿，或是一些山屋，然后去享受一下那边的气氛，然后主要是问这个问题说那边怎么会有饭店，怎么会有山屋？就明明不会有什么人想去嘛，因为你去旅行也会考虑说方不方便嘛。对，那抵达这些地方是蛮不方便的。对，我花了真的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拍这个企划，我每个周末我都要开车啊、搭火车啊、坐船啊什么的，我就要做很多东西才可以到。然后跟那边的人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很享受这个很亲友的气氛。就是云仙大饭店的员工，他们那边有一个员工宿舍，然后他们就会说他们比较不想要下去了，他们就很喜欢待在那边，就空气很好，然后很安静，然后就大自然，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这里是最舒服的。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一个修道院的感觉，有一点真的。所以某一方面有点可怕，就我也觉得说，感觉那边的人都被洗脑了，但是
待了1个晚上，就有点懂为什么。真的，你那边早上起床没什么人，然后就可以看到大自然啊，然后就会你就知道说，反正没有人上得去，因为你要等到9点才有第一班缆车，你就知道你不会被打扰。对，早上完全没什么人，然后就也不可能有其他人进来，所以我觉得很棒。然后最后一个孤独饭店是需要爬3天的山才可以到，所以真的不会有人，对，不管怎样不会有人会觉得这个部分又可怕又很神奇。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原本对你有一个迷思，因为我开始看你就是去到那个孤单的饭店，我一直以为你会有一个摄影师在你旁边，没有就没有，对不对？但很多人这样子想，就每一次我遇到人，然后跟我说，你团队呢？对，然后我想说，其实我大部分在台湾拍的影片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我前2年都是自己一个人拍的，超屌，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是你每一次要设一个镜头，你就是跑过去设你镜头，假装一下就走，然后 OK 我拍完了就跑回来。你完全不怕尴尬？我很怕尴尬，我就这个是确实你自己一个人，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我觉得设镜头啊那些啊，自己拍比较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还好。最难的是自己一个人拍片，觉得很尴尬，因为你要对镜头讲话就很尴尬。对啊，而且你要显得很活泼。对，像你其实你对镜头的人设，这个特别明显，就是你是非常的活泼，你会一直开玩笑啊，你会有谐音梗啊。对，跟你平常个性有一点不一样，就会比较嗨啊，一定会比较嗨。因为如果讲话太慢，或是就是语气没有，就语气比较平的话，那就比较看不下去。有没有遇到哪一个状况是最尴尬？就很常这样啊，我必须说，因为我又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被就是观察，他们就会想知道说，尤其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大家都会好奇你怎么到这里。对，就我又不是在就是台北市中心拍啊，台北市中心的外国人，但是你到一些就屏东很深山的一些地方，我就怎么？因为我自己，如果我看到另外一个外国人在那边，我说我怎么在那里？对，所以就他们比较容易就在那边就偷偷观察我。有一次，真的，因为有3个阿伯在旁边聊天，就离我可能4公尺吧，就是很近的一个距离。然后他们一直在聊天，他们在观景台，他们可以在那边啊，当然没问题嘛。但是我自己想要在那边，然后我需要。那个地方叫舞台，我就想要开一个谐音梗，叫说舞台，那是可以跳舞吗？舞台，对，然后我需要跳舞，然后我就这个部分卡了很久，因为那3个阿伯就在旁边看我，然后我就不想要在那些阿伯前面这样子。卡的意思是你觉得都 NG， 还是你就不敢这样？有 NG， 然后也有不敢，就是有 NG，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就我讲的太卡，然后再重来一个，然后他们。就是开始看，我又需要听他们的对话。如果他们在聊天，觉得还好，但是有时候对话就会断掉嘛，所以就会等到他们继续聊，然后就没有再观察我，再继续调，就会觉得，对，这样子我就这一段就录了30分钟了，辛苦了。还好啦，我就是一个，其实只要你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啊，就 OK 了。所以你变得脸皮比较厚。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当 YouTuber 很大的一个训练，然后我觉得对人生蛮有帮助的。现在我觉得蛮多事情不会这么丢脸了，所以就会逼自己讲的比较活泼。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我也蛮喜欢这样做啦，就是逼自己就都想一些故事。就我是觉得。YouTube 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把一些可能平常就你平常看过的，或是有点没什么的东西，把它讲成一个好听的故事。对啊，如果你单纯你看你又去云仙绿园，你觉得有点没什么嘛？但是如果你先去想一下，说要怎么去介绍这个地方啊，然后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的话，就可以莫名其妙变成的很有趣。这个可以说是有点像你的使命，你的目标，就是你在台湾把很多可能看似很普通的东西，或者可能大家在台湾已经有很习惯的东西，把它包装起来成一个新的故事、新的包装，然后给全世界看。没错，因为我觉得好，某一方面台湾不太会行销自己一个国家的规模来看。
我觉得台湾不太会行销自己。我以前在西雅图看到公车上有一个很大的广告说台湾 The Heart of Asia。对，是他们旧的那个，对。但这个有看到这个就，然后呢，就会觉得这个广告谁会让你想要去多了解台湾？但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一些传说啊，一些很特别的地方，然后。比较没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外国人的角度去看，所以我觉得特别神奇。然后我觉得这个外国人应该是会喜欢，但是也要把它介绍成一个就是外国人会喜欢的一个用另外一个方式去介绍。对，所以你比较重要的受众当然是台湾人比较多啊，对。但是我当然也是想要吸引更多国外的观众来看啊。但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是说，我在讲中文，对，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好发挥的一个语言还是中文。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看字幕的外国人的话，那就会有一点就难接触到我这个影片。台湾人都很习惯看字幕，可是很多外国人是不习惯。对，我觉得越来越好啦，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我是法国人都一样啦。我们就小时候喜欢看就。配音我们会有，就我们所有的电影都是有配音的。对。然后字幕真的是一个，我们会觉得是一种干扰画面的一个东西。就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有字幕，就会我看都好累。对，所以我们就小时候不习惯了。然后就这个是害我以为，比如说我小时候都以为什么宝可梦，我以为是法国的。我以为什么，就是很多电影都是法国的，他们都讲法文啊，所以我想说他们一定是法国的。真的，我是觉得我这个角度是可以让更多台湾人也重新认识自己国家。对，我这个是我其中一个挑战之一。对，所以我们都在努力的去找一些台湾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就可能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的。对，谢谢你。不会，你要说谢谢你爱台湾吗？你要说谢谢你爱台湾，因为你说台湾没有做得很好的一件事就是推广自己，行销这个问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国外怎么看台湾这个国家，另外一个是台湾人怎么看自己的国家。没错。为什么台湾会很难去推广自己？是因为可能台湾人现在还在找自己的定义。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说，人家说这个东西很台的时候，很常是负面的你传的很台，不是个好的形容词。对，很有台湾味是比较正面的，但就会觉得你拿你自己的国家当形容词的时候，居然是负面的意思。对，会觉得或者怎么会这样？会有很多人跟我说，你的中文比我还标准。他台湾人呢，他说我的中文比他还标准。这是这个套话了，这个我觉得真的每一次有个台湾人跟我讲这个，我也觉得最好是。不，我自己理解是因为有很多人可能是客套话，但应该也有些人会觉得，因为他讲的是台湾国语，就是台湾国语。我懂你意思。那标准的中文是什么？是北京腔吗？对，我就问，我都会想跟他说，没有，台湾国语。就是标准的，就是标准的国语。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会同意，所以但我觉得反正重点是有这个问题在。但我觉得也很难的一个点是说，我觉得年轻人比较知道，我觉得年轻人比较清楚他们自己定义是什么，但是他们自己定义跟可能他们父母时代或是可能阿公阿嬷的时代又是不一样的。对，可能美国是法国人，就是不管我阿嬷怎么看法国，就我阿嬷看法国的心态，跟我看法国的心态是差不多了，因为就是一段就是连续的历史嘛。但是台湾国民党来这边是70年前的事嘛，那些人的定义就是我们是中国人。对，然后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就有点冲突嘛，会有一点像是如果美国现在是民主党说我们是美国人，共和党说我们是英国人，对，没错，然后会觉得对啊，所以这样子，那美国到底是什么叫美国人？对，这部分我觉得一定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们来自一些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事情的国家，
法国就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没有人去怀疑说法国有没有资格存在。对啊，就我们非常非常明确，所以我是来到台湾才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所以你发现这件事情之后，然后这样也有影响到你拍影片的有，就我自己很想要台湾有自己的就很明确的一个 identity。对，我觉得其实身为一个在做行销的一个人，这样子比较好推广啊。就是如果连自己的人不太知道台湾的定义是什么，那你要怎么解释给别人？那你会觉得有一点敏感，身为一个外国人吗？为什么我们要外国人来给我们一个？一定有点敏感，所以我觉得做事情也需要很小心，因为你是台湾人，你想要怎么批评台湾都可以，反正你自己国家嘛。我是法国人，我想要骂法国，谁要说什么？对，我有资格，因为我是法国人。但是我长这样子，我要说台湾应该要跟怎样。就很容易被误会了，对，很容易被骂。我觉得比较不是我的角色，我的角色应该是让台湾的优点更突出。当然，台湾也有很多缺点，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啊。但是我身为外国人，就我觉得我最有资格讲的是说，对，台湾比较不会包装自己，要有一个，就是你身为外国人想到台湾，就需要有一个画面。那现在唯一的画面是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会看到在中国旁边有一个小的岛国，然后他们就是是中国的吗？不知道，他们想要打过来，然后但是他们说自己是国家，我也不太知道。就现在大部分的外国人想到台湾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对，那这很烂啊，就是台湾有更多东西可以介绍，台湾有一个就自己很独特的一些特色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这个另外一个跟韩国有关，就是韩国算是一个非常会包装自己的国家，没错，特别是近十几年，他们做的超好，是现在全世界都喜欢韩国的音乐啊、韩剧啊什么的。你觉得台湾可以从韩国学到什么东西啊？但韩国的状况蛮不一样，是说是政府投资了非常多钱在娱乐产业，这是不是重点？投资。投资一定是有影响啊！你花了更多钱，你就比较有办法去做有质感或是大规模的东西。因为我很常听到，就是怎么讲，影视界的人说，现在钱很少，越来越少，所以你要做。在台湾吗？在台湾，对，你要拍好的电影、拍好的影集，真的很难。我就是一个叫什么恶劣循环嘛，因为。就是大家想要省钱，所以就可能拍的作品可能规模是质感，或是对啊剧本啊，可能就没有这么的优秀，所以就比较没有这么多人看。然后因为比较没有这么多人看，那广告主啊、投资人啊比较不愿意投资，然后因为他们比较不愿意投资，所以钱越来越少，然后有这恶劣循环。对，所以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个人，就是说。没关系，我不用回本，我就来做一个超级大，大家会喜欢，会红到国外的一部电影。突然间，我想到，让台湾人比较没办法，欣赏自己的另外一个点是说，台湾人很谦虚。你在台湾，谦虚是一个很好的，就大家喜欢的一个个性。大家就是要说没有我不厉害我不这样，对，大家喜欢这个态度。当你很谦虚的时候，就很难去行销东西，因为行销就是你需要讲得更夸张，你需要把它包起来，然后就看起来很漂亮，对。但是你太谦虚的话，就大家就你就说不怎样啊，就小作品啊就没干嘛啦。对，所以就不会想美国人就说我们全世界 No.1 这部电影就是中了，就花过全世界花过最多钱啊，请了最高级演员啊，这样，他们就很喜欢讲的很浮夸嘛，对，所以也才会这么成功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台湾人谦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德。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太过度谦虚了。你看，你是不是自己觉得来到台湾就变得更谦虚了？我本来也蛮自卑啦。我一部分可能在台湾会觉得蛮有归属感，是因为我的个性本来就比较内敛一点。我应该也是，对，就我本来就
不太想哈，我会很常跟我朋友我会开玩笑说，你看啊，我这句话是不是很好笑？对，我是因为我是想要被别人肯定。哦，但是，错啊。如果你真的问我说啊，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吗？你觉得哦，你这个作品拍的好还是不好？我一定会就是说，还好。对，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某种程度就不会是不健康的，因为这样才会继续成长。吧，确实，但是应该就有办法，偶尔就是停下来，然后说，这几个月、这几年做的还不错。对，应该有，还是有办法，就稍微磨不去。如果你不如果你连你都不能这样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都是狗屎吗？没有，我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标准，然后对对，双标，完全双标，就是我对我自己标准很高，然后我对别人的标准其实蛮低的。我觉得，谢谢。我觉得大家就是能赚钱。交房租已经很棒啦，就是对，你能做让你开心的事情已经很好了。没关系，因为我们对你的标准也很高。哎呦，谢谢，有压力了，有压力。可是你觉得在台湾活着比较舒服吗？还是有一天可能会搬回法国？我目前没有想要离开耶，我目前觉得台湾是一个很适合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的生活都在这里啊，我的朋友都在这里，我的工作都在这里，我的工作也是占我人生蛮大一个部分。然后听起来有点自以为，但是我觉得我有点使命感，就会想要在台湾拍，或是做更多的事情，稍微来就是让这个国家可以有更多的，好，这听起来很自以为，但是可能就更多的作品嘛，我觉得我可以有贡献的。对，这个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我可以对这个国家有贡献。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人会想要追求的东西啊，谁不会想要有贡献？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有贡献，那就是最棒的一件事情。我最近有看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纪录片，是在讲台湾半导体产业是怎么开始的。我很想看，什么 Chip Odyssey， 我忘记中文叫什么。对，很好看。看到这一群工程师搬去美国学怎么做半导体。的原因是为了就是让台湾的这个产业发展，然后他们的使命感超重的，他们就是觉得说台湾的未来就是在我们身上，都扛在我们的肩膀上，对，就会觉得说哇超帅的，然后也会让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产业在做。影响这个产业其实是在绑台湾的软实力啊。你可能你在一部电影的表现特别突出啊，你就做的特别好，也是让台湾的电影被看到，然后让大家觉得台湾的电影其实很好看，其实怎样，然后。刚刚中文怪物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我是想要让大家看到说你在台湾学中文，学台湾中文其实是个很酷的一件事情啊。在台湾有很多会讲中文的外国人，然后就想要就可能有一些本来就在学中文的人看到这部影片呢，会想要来台湾学中文，对，然后就让台湾的这个环境就越来越丰富，这样子可以从里面的参赛者的表现看到我们都很活泼，会觉得他们好像很开心。没错。最常被问的一个问题之一，酷还会拍第二季吗？其实本来想要赶快拍啦，其实虽然我一直说可能后年是什么对，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我的团队还有我自己可能经验还是不够了。只要再拍第二季的话。我自己就会想要拍的不一样，就会想要拍的就是可能规模更大，就是其实我很多想法，但是我们其实这一次拍中原怪物对我们团队来说真的是快一大步，对，我觉得就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然后去做一个超级大规模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都很崩溃。那当然这样子才会学得更快。但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避免这么崩溃的状况的话，我觉得会更好。所以呢，就会像他中间去做一些类似大企划，类似需要一个就摄影团队、美术组啊、企划团队就。
比较多不一样的部门合作的一个企划，但是不可以不要这么大。透过这样的渐层去培养默契，对。然后当你的团队比较大一点，比较准备好，就再来拍。没错，没错。拍完中文怪物跟拍中文怪物之前，你的作品有什么差别？我觉得现在我的作品有想要稍微让观众看完了之后，我会希望让他们觉得有稍微学到东西，就是我是有稍微被启发，我是有一点的，就是有获得什么。对，一个观看一个 view 可以分成3种，第一个就会是看完了就忘记，比如说。你去麦当劳点餐，你在等你的汉堡到的时候，你就再滑一句，就滑一滑。如果我明天问你说，你在麦当劳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什么，回答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就在消耗时间的一个 view。然后有另外一种 view 是你看完会后悔的。就比如说你在床上，然后就睡觉之前就一直滑到自己觉得哇我在看什么，对，就可能就开始画一些辣妹的影片，然后就开始看，就会觉得哇我在看什么东西，这个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会害到我，对，这种 view。然后有最后一种是你看完就会记得，然后会影响到你的 view，比如说你去看完一部电影就被启发了，就看到那个男主角。特别的勇敢，或是就很喜欢他的表现，或是你就看完一个纪录片，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有启发到我，对，那就我会稍微希望我的作品是可以往第3个方向。可以推荐一本书，前几年看的一本书，然后我觉得可能对大家可能会蛮有帮助的，是一本书叫做Surrounded by Idiots。Surrounded by Idiots， 对，然后它的中文名字我忘记了，好像是什么，反正是在讲说人的个性可以分成4种颜色，这些颜色就会影响到你怎么跟别人互动，你工作上的表现，然后就是会造成很多人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对，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呢是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老板，对，就发现说我这些地方觉得他们做的不好，或是他们没有沟通好，或是怎样，其实是来自于我这些个性，对，然后他们的个性是这样子，对，就比如说我的个性是红色比较多，那红色的人是很注重效率。然后比较不会打招呼，不会说早安，最近还好吗？那请问我想问一下这个报告，那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做好？他说报告嘞，就注重效率，就工作是在工作嘛，然后就比较像是就领导者，然后对啊，就是比较没有耐心，然后就是对，不管做什么都是要有效率的，对。那这个个性呢，会跟比如说蓝色的个性差比较多，蓝色的人是。非常注重规矩，然后他们就是会想要，比如说你要买一台相机他们会研究很久，就会看说这个相机的特色是什么这个有没有比这个相机好这个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规格这样，红色就不会有这个耐心去做这件事情我需要相机我就买这个。我买最贵的没关系，对我需要个好一点的相机，我就自己买。对，所以就红色看到蓝色会就很闷，蓝色看到红色也会就很闷。就会觉得这个白痴在干嘛？是嘛？对，对，所以叫 Surrounded by Idiots，因为大家会觉得别人是白痴，好像蛮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别人会重视的东西，跟我们重视的东西可能有点思考方式不一样。这本书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蛮有帮助的。最近有什么作品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看，或者可以期待一下？最近最大的作品就是孤独饭店，对，然后我花了30天寻找台湾最孤独饭店，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拍，后制也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拍的还不错。听起来你也跨出自己的舒适圈，蛮多。有，真的，对，真的很精彩。对，谢谢，推荐大家。谢谢顾来跟我聊天，然后豆下大家来听我的开讲，再会。拜拜啊。